人生百态，娱乐开怀，欢迎收看《谈笑余生》。我们常常会认为那些所谓的高校子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，他们拥有着国内最顶尖的资源，在所有人的心里，他们是承载着国家重任的一群人。而厦门大学作为全国重点高校，是无数寒窗苦读学子追梦的天堂，多少人为了踏进校门挤破了头。在这里毕业的学生大多是商界精英或社会人才，但也有例外。毕业于厦门大学的郑默默在学成后卖国求荣，执意嫁往印度。作为一个高材生，他并没有投身所学行业报效祖国，反而在远走他乡后一味地抹黑那片他出生成长的地方。这究竟是为何？现在的他又过得怎么样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。郑默默在1985年出生于福建的一个普通家庭，虽然家境并不富裕，但父母秉承着砸锅卖铁也要供养孩子上大学的理念，对他悉心培养，希望他长大后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2003年，不负众望的郑默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厦门大学金融系，在校期间也一直名列前茅，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。作为一名高颜值学霸，郑默默毕业后很快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在一次前往美国参加学术交流会上，他认识了一个叫做拉杰辛格的印度人，也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相遇，让他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。拉杰的姓氏在印度具有较高的等级，并享受着贵族待遇。众所周知，种姓制度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虽然在法律上早在1947年就废除了这项制度，但在人们生活中仍然有很深远的影响。高种姓人群享受着上流生活的待遇，而低种姓人群只能从事比较低贱的工作，并很难有翻身的机会。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深植于当地人脑中，是人类极度不平等的典范。拉杰便是属于地位较高的差十弟，他家庭条件优越，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受尽了宠爱。长大后还成功考进了印度理工学院。郑默默被拉杰深深地吸引了，认为拉杰是世界上最善良纯洁的男人，他身上散发着无限的魅力。两人很快陷入热恋，恋爱后郑默默更是对拉杰爱到极致。两个人交往不久后，拉杰就向郑默默求婚了。可这消息传到了他父母耳中，无异于平地惊雷，他们不同意女儿远嫁。然而父母的反对并没有阻止被真爱冲昏头脑的郑默默，两人于2009年在中国举办了中式婚礼。当拉杰在楼下手捧鲜花，用着蹩脚的中文唱着刚学习的中文歌曲《甜蜜蜜》时，郑父郑母的内心充满了苦涩。为了打消女儿嫁给印度男人的念头，他们连断绝父女关系这样的狠招都用了。可到了郑默默这里，父母的苦口婆心在他看来只是为了阻止他寻求真爱。最后郑默默如愿嫁给了拉杰辛格，并跟随他去了印度。而郑默默到了印度才发现，现实和他期望的甜美爱情相距甚远。原来郑默默充满期待地来到印度后，才得知拉杰早已是有妇之夫，并且他的大老婆也是当地有名的贵族人家，身材长相样样不输给他，这给了他当头一棒。拉杰却不以为然，因为当地贵族人家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制。得知消息的父母劝说女儿及时止损，赶紧回国。当大家都认为郑默默会气急败坏，最后回到父母的怀抱时，他却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郑默默表示并不在乎拉杰已经有了第一任夫人，欣然留下当起了二房太太，并为他生儿育女。为了融入这个印度家庭，他还改头换面，穿上印度服装，戴上鼻环，更改国籍，还取名为辛格默默。
并且开始了一系列迷惑行为。生活在印度的低种姓人群本就是比较可怜，出身卑微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下。不满12岁的小孩就要为贵族人家侍奉，可能一辈子都会待在抬头看不见天空、破烂的贫民窟里。而辛格默默居住在拉杰家的别墅中，有许多的奴仆侍奉，他为此感到十分骄傲与自豪，并认为印度使用童工当奴仆是为低种姓人群提供了就业机会，觉得自己很伟大。辛格默默还借助互联网优势，在公共平台上组建庞大的群聊，利用信息不对称，怂恿大量涉世未深的女孩背离父母，嫁到印度当地伺候男人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颇为自豪地说，这个群里有700多对情侣，而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嫁到印度。在他的话语中，就好像嫁到印度就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，无忧无虑。而他的这种做法很快就受到了抨击，不少媒体发文表示，他自己去当二房还不够，还想坑害更多的中国女性，简直丧心病狂。此外，印度的火车是公认的危险，没有窗户和门，而且坐不下的时候人都挂在外面，火车一整个被人覆盖，没有一点安全措施，甚至连下车都得用跳的方式。但郑默默却说，印度的火车是非常安全，并且可以感受到温暖的，连跳车在他嘴里都成了自由平等的象征。听到这话的网友说，希望他自己也去尝试一下安全的印度挂票，深切感受印度本地的温暖。对于印度人左手上厕所和右手吃饭，他表示赞同，认为这样可以预防痔疮，对身体和心理都有好处。2021年牛年春节当天，郑默默在公众平台上大放厥词，抹黑祖国。后来印度疫情爆发，由于落后的医疗条件，他口中的天堂国度成为了重灾区。可笑的是，印度还传出喝牛尿可以治疗病患的说法，甚至许多人纷纷相信，真的喝起牛尿来，并装瓶生产做成饮料了。病例日渐增加，印度没有把精力放在加大医疗水平发展上，却相信牛尿可以治病的荒谬言论，实在令人费解。随后疫情的发展，拉杰带着一家人移居美国，这无疑是从一个火坑跳往另一个火坑。期间，拉杰多次想要抛弃郑默默，因为美国正出现种族事件，担心他的东方面孔会拖累自己。在郑默默的苦苦哀求下，拉杰才决定带他前往美国。可之后的生活却并不如意，日久见人心，拉杰暴露出了凶狠的面孔。毕竟在印度，丈夫对妻子出手是常有的事，女人本就地位低下，是用来伺候丈夫的。拉杰的正房妻子眼见辛格默默失宠，更是落井下石，对他大不如从前，处处针锋相对。丈夫的冷淡加上作为二房的憋屈，让她苦不堪言。这时才想起了在祖国的美好生活。在得知中国大使馆可以帮助在外华人回国时，郑默默也想趁着这波东风逃回去。于是在第2天就给中国大使馆发了一封求助信。虽然中国大使馆致力于帮助每一位在海外遇到困难的同胞，但是对于郑默默这种数典忘祖、见利忘义的人的请求，大使馆并不想答应。更何况郑默默也早就放弃了中国人的身份，选择成为了一名外国公民，所以在知悉情况后，果断地驳回了这一请求。现如今，郑默默在视频网站的自我介绍中讲到，她和老公现育有1儿1女，目前仍居住于美国加州。感情她吹了那么久印度，却没有留在这个国家。有网友评价道，郑默默可谓是坏出了国门，坏出了新高度，而她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婆家并没有优待她，甚至说完全不给她留一点尊严。个人与祖国相互依存，祖国由个人构成，没有个人就没有祖国，而个人也离不开祖国。任何离开祖国的个人都会失去原来存在的意义。
一个人绝不能以诋毁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祖国，这种人无论在哪国是哪国人，都会被正义的民众鄙视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儿都有。虽然绝大多数人是温和善良的，但总有一些人仿佛是从地狱中爬出来的，充满着污秽。郑嬷嬷的成绩虽然出众，但人品实在不敢恭维。面对这种小丑的叫嚣，视而不见很难，因为他们就像苍蝇一样深谙凡人的技巧。最好的方法就是远远地超过他们，让事实胜过诡辩。正如在马里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公然抹黑祖国的女生一样，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祖国，那么也不会有人尊重你。不知在忍受着婆家排挤的时候，郑嬷嬷对于祖国有没有过一丝的回忆？这种与娘家相隔几千甚至几万里的异地婚姻，但爱情却是自由的。当它来临的时候，只要陷入其中，几乎很难全身而退，更多时候都是一路走到底，就算前方尽是未知的风险，也拽不回来。说到这里，不知大家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？2015年的时候，一位河南女大学生远嫁到了非洲，并生下了2个孩子，据说其老公还是皇室后代。而如今那位女大学生过得如何了呢？2007年的深夏，河南女孩白杨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四川美院。然而刚刚踏入校园的白杨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其中的快乐，就被现实给了当头一棒。因为家中遭遇了经济困难，她每个月的生活费直接缩水了一半。不仅是吃饭、学画画需要的材料以及学费从哪儿弄，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困扰着她。后来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招聘服务员，包吃，并且每个月工资150元。听到这一消息的白杨毫不犹豫地就去应聘了。而正是在这里，她遇到了一生挚爱查尔斯。因为餐馆开在大学城附近，所以平时会有很多学生前来用餐，其中不乏外国留学生。在这里，白杨结交了许多外国友人，查尔斯就是其中一个。据查尔斯回忆，两人初次见面时，他就被白杨深深吸引住了，并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追到这个美丽的女孩。那段时间里，查尔斯为了能经常见到白杨，几乎每天都要去餐馆吃饭。渐渐的，两人熟络了起来。白杨跟查尔斯相处得非常融洽，以至于他在跟家里通电话时，都会向父母炫耀自己结交了一个非洲的好朋友。查尔斯像往常一样来餐馆吃饭，在临走时，他突然叫住了白杨。白杨还以为好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想请他帮忙，于是跟了出去。一路上，查尔斯一直引导着白杨向前走。就在白杨有些不耐烦的时候，查尔斯终于对他告了白，并直接问他能不能做自己的妻子。这番表白属实给白杨吓了一跳，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表白，而且还是个外国人。他也不理解自己的身材似乎并不好，长相也一般，查尔斯怎么会喜欢自己呢？何况他的生活比较困难，每天都需要打工养活自己，哪有空谈恋爱？所以白杨用了一句你别开玩笑了，拒绝了查尔斯。也许是中非文化的差异过大，单纯的查尔斯并没有理解白杨的好意，他觉得是白杨觉得自己丑，看不上自己，为此他十分难过，甚至消失了一段时间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查尔斯试图忘了这件不开心的事情，可他每天一闲下来，脑海里全是和白杨相处时的画面。犹豫到最后，他决定为爱再努力一次。但此时的他心里也清楚，要想让白杨接受自己，必须先达到白杨内心的要求。感情这种事情不能操之过急。于是他又来到了白杨打工的那家餐馆。重新见面的两人像往日一样寒暄着，他们之间好像有着某种默契，对上次表白的事情只字不提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查尔斯突然转移了话题，想了解下白杨家里的故事。而看着求知欲如此强烈的查尔斯，白杨渐渐完全敞开了心扉。出生于农村家庭的他，父母靠养猪为生，一年到头赚来的钱，除了吃饭，
给他和弟弟交学费，几乎所剩无几。所以白杨从小没吃过什么零食，甚至连玩具都没有。上学后，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他也越来越自卑，很少与人沟通，没什么朋友。平日里，别的小朋友结伴出去玩，孤独的白杨只能在自家院子前拿一块石头在地上画画。上高中后，白杨在学校更是独来独往，其他人下课聚在一起聊天，他就在自己座位上画画。后来他发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这种感觉，便跟家里提出要走艺术特长生的路线。可这条路是十分费钱的，他本以为父母会拒绝并严厉呵斥自己，没想到父母竟然支持他的决定。2007年，怀揣着父母的期待，他走进了考场，最终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。在之后就是家中发生变故，他出来打工的故事了。听完白杨的故事，查尔斯对这个坚强的女孩又增添了几分好感。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，让白杨彻底接受了查尔斯。那年冬天，白杨早晨醒来，突然感觉头昏沉沉的，一点力气也没有。他以为是没睡好，就在床上又眯了一会儿。可再次醒来时，他一量体温，才发现自己已经烧到了39度。随后强忍着身体的酸痛，步履蹒跚地来到医院，缴费时才发现自己身上的钱不够。如果打电话给父母，父母只能跑到很远县城里给他打钱，更何况家里也没什么钱。接着他打开了手机通讯录，最终在一个名字上停了下来。他拨通了查尔斯的电话，问他能不能借自己点钱。电话那头的查尔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而没过20分钟，他就出现在白杨的眼前。那天在医院里，查尔斯一直陪着他，为他跑前跑后。在查尔斯身上，白杨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。就这样，两个人走到了一起。两人开始交往后，白杨立刻就告诉了自己的父母。当时父母觉得小孩子一时冲动而已，也就没有过多干预，只是告诉白杨保护好自己。可他的父母没有想到，两个人这一谈就谈到了毕业。2011年，白杨大学毕业，他和查尔斯一起留在了重庆。两个人的生活虽然平淡，但也算是幸福。后来查尔斯再次提出了要娶白杨的想法，这次白杨没有拒绝，因为他已经确定查尔斯是那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。2013年，白杨回到漯河家中，告诉父母自己要结婚的事情，可父母毫不理解他找外国男人的想法。好在父母的传统思想并没有影响到白杨，他坚持了自己的选择。最后，父母见女儿如此坚持，只能放出狠话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婚后，查尔斯在一家培训机构做外教，后来又找到白杨，提出去乌干达发展的想法。白杨也深知丈夫的志向，最后她决定为爱远走非洲。2015年冬天，带着父母的质疑和自己的不安，白杨坐上了前往乌干达的飞机。刚落地时，眼前的一幕彻底颠覆了白杨的认知。在他的印象里，非洲是一望无际的沙漠，并且气候炎热，可这个国家却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，体感温度也十分舒适。查尔斯也并非人们印象中的非洲难民，他的家在乌干达当地，可以称得上豪宅。回到家乡的查尔斯在公司上班，怀了孕的白杨则是在家中休养身体。而且眼看着妻子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查尔斯也主动承担起家中的所有家务，包括给妻子洗内衣内裤。当然，白杨在此后也认识了许多查尔斯的朋友，随后才从这些朋友口中得知，原来查尔斯是乌干达皇室的后代。而十分触动白杨的是，有一次查尔斯在家中做饭，公司突然来了个电话，要求他回去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。此时饭刚做了一半，挺着大肚子的白杨便打算替丈夫做，没想到遭到了查尔斯的拒绝。因为在他的眼中，白杨怀着孕是不能做这些事情的，所以他回到公司，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事情，回家又继续把饭做完了。而等到白杨快生产时，查尔斯选了乌干达最好的医院，安排妻子住进了最好的病房，每天的花费并非常人可以负担得起。
直到白羊从产房出来的一刻，他整个人还是紧绷状态，连忙跑到病房守在妻子身边。在白羊第2次生产的时候，他亦是如此。就这样，白羊接连为他生下了2个混血女儿。此外，因为怕白羊吃不惯非洲的食物，查尔斯会趁妻子下厨时在一旁打下手，顺便学习中餐做法，好做给妻子吃。2人在非洲稳定下来后，白羊打电话给老家的父母，提出让父母搬来乌干达一起生活。起初，白羊的父母是不愿意的，因为他们年纪大了，语言还不通，去一个陌生的非洲国家，对于2位老年人来说，的确是有些难以接受。但父母最牵挂的终究还是子女，在白羊的多番劝说下，终于启程赶往乌干达。而一听说岳父岳母要来，查尔斯立刻把家重新装修了一番，增加了许多汉元素的装饰，只希望岳父岳母来到这儿就像在自己家一样。他的一片孝心都被白羊的父母看在眼里，他们对这个非洲女婿的态度也由之前的不看好转为极度认可。平日里，白羊和查尔斯上班，2个老人就在家中带孩子，周末一家人则会一起出去郊游、购物，或者在家里做一顿丰盛的大餐。白羊的母亲也会偶尔跟老家的朋友打上一通电话，聊聊自己现在的生活。对于这个非洲女婿，他直言：“我很满意，这个女婿让我在这里生活得非常舒服。”而且白羊的母亲还开通了一个社交账号，平日里会分享自己在家带孙女、给孙女做中餐的一些日常。事实上，许多违背常理的事情一开始都会被人戳脊梁骨，但只要我们认定了爱情并坚持走下去，兴许就能迎来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也说不定。不过还是希望大家擦亮眼睛，以便我们能追寻到真正的爱情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想看更多内容，记得订阅点赞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